日前被印方以所谓洗钱为由逮捕的中国手机企业 vivo 印度公司的3名高管，于当地时间26号在新德里地方法院出庭。法官判决3人羁押期限延长至28号。从2014年投资印度开始 ，vivo 在当地经营9年，都经历了哪些反转？实际上，印度也对美国和欧洲企业多次采取法律行动，这又给投资当地的外国企业带来了哪些警示？来看报道。23号，印度打击金融犯罪的机构以打击金融犯罪为由，逮捕了 vivo 印度分公司的临时首席执行官中国公民洪旭全以及2名印度籍高层，包括首席财务官以及1名顾问。在拘留3天期满的当天，3人于26号在新德里出庭，控辩双方律师进行了约3小时的辩论。彭博社披露了这次庭审的一个细节，在激烈辩论过程中，印度检方突然向法官提交了一个秘密的信封，并要求法官只能自己看里面的报告，然后就拘留期限问题作出裁决。在看完这个秘密信封后，法官决定将3人延长羁押2天至28号，并要求辩护双方都要保守秘密信封里涉及的机密，任何一方都不得在公共场合讨论里面的内容。据现场记者报道，庭审当天，一名中国驻印度使馆的工作人员与出庭的 vivo 印度分公司的临时首席执行官中国公民洪旭全进行了单独交谈。外界认为，洪旭全向使馆人员进行了领事保护咨询。深圳卫视注意到，在25号的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 vivo 印度分公司高层被捕事件进行回应，强调中国政府坚定支持中国企业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并将为所涉中国公民提供领事保护。我们敦促印方充分认识中印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为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国驻印度使领馆将继续依法依规为所涉中国公民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深圳卫视查阅今年9月1号生效的《中国人民共和国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第9条规定，获知在国外的中国公民、法人、非法人组织因涉嫌违法犯罪被驻在国采取相关措施的，驻外外交机构应当根据相关情形向驻在国有关部门了解核实情况，要求依法公正妥善处理。中国公民被拘留、逮捕、监禁或者以其他方式被驻在国限制人身自由的，驻外外交机构应当根据相关情形，按照驻在国法律和我国与驻在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对其进行探视或者与其联络，了解其相关需求，要求驻在国有关部门给予该中国公民人道主义待遇和公正待遇。第10条规定，获知驻在国审理涉及中国公民、法人、非法人组织的案件的，驻外外交机构可以按照驻在国法律和我国与驻在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进行旁听，并要求驻在国有关部门根据驻在国法律保障其诉讼权利。vivo 案件可以追溯到去年7月，当时印度执法局曾突击检查了 vivo， 并以涉嫌洗钱为由冻结了 vivo 约合3.9亿元人民币的现金等资产。今年10月，印度执法局再逮捕4名 vivo 印度分公司员工，其中包括1名中国公民，但 vivo 对印度政府的指控予以否认。12月，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印度执法局将 vivo 列为主要被告。实际上 vivo 品牌深耕印度市场多年，首次投资印度是在2014年。深圳卫视注意到，同年印度总理莫迪上台执政之初就喊出了印度制造的口号，强调欢迎外国资本投资印度制造业，并展示了保护投资的决心。经过3年的持续投资， vivo 成为印度智能手机市场排名前3的常客。截至今年3季度， vivo 拿下了印度17%的市场份额，印度工厂也是vivo 海外工厂中产能最大的一家。14年、15年的时候，中国企业大规模的去印度投资建厂啊，实际上就带来了这个整个手机的产业链，这也就带来了印度的整个手机的行业，经过大概这样将近10年的发展，印度的
手机的产业链已经相对而言是建立起来了啊。有报道称 ，vivo 是在印度投资最大的中国手机品牌之一，与韩国三星不相上下，曾制定了一份总价值约64亿元人民币的印度投资计划。印度经济时报曾报道 ，vivo 在印度的智能手机生产基地规模约等于其在中国境内2家工厂的规模。公开报道显示，此前这家公司在印度的经营还算顺利，但从2022年开始，印度政府多个部门先后以调查、税务等为由扣押该公司资产，冻结银行账户。实际上，所有在印度投资的中国手机厂商都有类似遭遇，一些企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仅小米手机一家企业在2022年1月和4月之间被印度政府冻结的款项就折合人民币约53.6亿元，而且印度政府还停止了小米在印度的经营权，直至今年10月。近年来，不止中国企业，不少欧美企业也在印度的营商环境方面遭遇重大挫折。根据海外科技媒体统计，2007年欧洲电信运营商被印度政府罚款21亿美元；2008年，美国微软被罚款70亿卢比；2013年，美国 IBM 被罚8.6亿美元；德国宝马公司、韩国三星、芬兰诺基亚、美国亚马逊和谷歌等知名企业都被印度政府罚款过亿美元。2021年，印度以违反外国投资法为由，罚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13.5亿美元，沃尔玛直接宣布退出印度市场。整体而言，印度的营商环境呢，在莫迪的第2任期内，实际上是在大幅的下滑啊。印度越来越朝向这个保护主义的这个方向的发展。就在莫迪第1任期的时候呢，其实他还是比较轻这个商业的。轻这个资本的啊，但是到了第2任期呢，实际上它主要的这个政策的核心呢，它是放在了这个民族主义的，放在了宗教方面啊，放在了整个国家民主的一个改造的方面啊。观察指出，印度政府底气十足，与美西方舆论近年来强化炒作所谓印度将是下一个中国有关。印度目前人口已经位列全球第1，被认为发展潜力很大。印度的制造业也逐渐发展。以手机制造为例，2014年印度向中国进口手机1.8亿只，但现在这个数字降为0。而印度2023年智能手机出货量达2.4亿只，仅次于中国的2.83亿只。但印度国产手机品牌并未发展。以该国出货量前5名的手机品牌为例，除了韩国三星，其余4家都是中国企业。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苹果对印度的投资。该公司2023年首次在印度开专营旗舰店，紧接着又开了第2家。库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印度是增量最可观的市场。目前，印度市场销量已经超过德国和法国，成为苹果手机的全球第5大市场。2020年开始，苹果将部分旗舰机型放在印度进行小批量制造，去年开始增大规模。据彭博社消息，iPhone 的印度制造占比约为7%，来自印度工厂的 iPhone 15将供应南亚及东南亚市场。